为什么一场媒体峰会能让亚洲各国部长、主权基金掌门人、华尔街资本大佬和 AI 科技巨头在同一时间飞往同一个城市？当全球都在盯紧 AI 大模型爆发，全球供应链剧烈重构，以及大国地缘博弈不断升级的时候，路透社没有选择底蕴深厚的香港、老牌金融中心东京或者经济引擎上海，而是再次把亚洲最高规格的思想盛会放在了新加坡。你可能觉得奇怪，一个在地图上连名字都快写不下，人口只有570多万的岛国，凭什么能越过一众超级都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决策会客厅？这场名为路透社 Next Asia 的峰会，表面上是在讨论亚洲的未来，但它向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全球的资本、科技和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把新加坡当成整个亚洲的战略操作系统。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场热闹的会议，而国际资本看到的是亚洲权力地图正在发生的底层重构，是一场涉及数万亿美元流向的世纪大洗牌。你可能觉得，路透社 Next Asia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论坛吗？其实，在国际政治和金融圈，顶级峰会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公关活动，它的本质是全球核心资源的重新配置。因为峰会开在哪里，就意味着全球的精英的目光和海量资金愿意流向哪里。你看看这次的出席阵容，菲律宾外交部长、泰国副总理、马来西亚第二财政部长，这代表了掌握政策方向的政治圈。同时，淡马锡、国库控股、高盛、贝恩资本的高管坐在台下，这代表了手握重金的资本圈。再加上币安、GHL、携程等跨国巨头，科技和产业圈也到齐了。在当前这个敏感的全球局势下，你能同时把这三拨人毫无防备地聚在一起的亚洲城市，现在真的越来越少，而新加坡正在变成那个唯一的默认选项。背后的逻辑非常现实且残酷。现在的全球环境越来越撕裂，贸易壁垒高筑，供应链每天都在经历痛苦的重构。在这种极端不确定性里，跨国企业和顶级资本最需要的，早就不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城市，而是一个能过滤掉政治噪音，能让所有人安全坐下来谈生意的地方。美国资本能接受这里的规则，中国企业能把这里当作出海跳板，东盟国家觉得这里亲切，中东土豪也觉得资金放在这里安全。这种不选边站的绝对中立性，加上极高的行政效率，已经变成了新加坡今天最昂贵的战略资产，也是它无法被轻易复制的护城河。过去20年，亚洲各大城市的角色非常清晰且互补。香港负责金融融资，东京负责高端产业与精密制造，北京负责政策定调，上海负责商业落地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最近这3-5年，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出现了，那就是所有横跨政治、金融和科技3大领域的国际峰会，都在加速向新加坡集中。从香格里拉对话会、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到米尔肯亚洲峰会、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再到这次的路透社 Next Asia， 这些会议讨论的早就不是某一个单一行业的发展，而是决定未来10年的核心命题，比如 AI 算力分配、全球能源转型、数字资产合规和复杂的地缘政治。为什么全球精英都喜欢跑来新加坡讨论这些宏大叙事？因为这里是亚洲极少数具备3重连接能力的地方。它不仅能无缝连接东西方文化，能连接顶层资本与落地政策，还能完美连接发达国家的技术与新兴市场的人口红利。换句话说，新加坡正在从传统的亚洲金融中心悄悄升级为一个更高维度的亚洲共识形成中心。在这里达成的默契，往往会成为接下来几年的行业标准。而这恰恰就是瑞士达沃斯论坛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属于新时代的亚洲版达沃斯，其实已经彻底成型了。这次峰会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我们深挖，那就是议程的权重分配。如果你仔细看节目单， AI 和数字资产几乎占据了绝对的 C 位，这说明全球资本对科技的压注
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2年大家聊 AI， 聊的都是大模型，是 ChatGPT， 是英伟达的昂贵算力卡。但这次在新加坡，大佬们聊的是企业级 AI 究竟怎么在实体经济落地，各国的数据主权怎么管理，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应该怎么建。AI 已经从单纯的技术革命，正式跨入了一场深刻的商业革命。而新加坡刚好精准地卡在了这个爆发的交汇点上。这里不仅有东南亚最密集的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应用场景，还有极其成熟的金融体系、庞大的区域数据中心集群和密集分布的海底电缆网络。更关键的是，数字资产正在从以前的边缘投机市场，加速挤进主流金融体系。这次接替赵长鹏的币安新任 CEO Richard Teng 也专门出席了讨论。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加坡金管局这几年在干什么：推行资产代币化，发行数字债券，建立完善的稳定币监管框架，还有那个著名的、吸引了全球大型参与的守护者计划。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里，新加坡已经抢先一步，从旁观者变成了数字金融规则的制定者。未来 AI 算力网络和数字资产底层逻辑的深度绑定，绝对是新加坡下一个10年最强劲的增长引擎。你可能会把注意力全放在 AI 和科技巨头身上，但在这个棋局里，真正的大赢家其实是另一群闷声发大财的人，那就是主权基金、家族办公室和顶尖的私人资本。这次来参会的淡马锡、马来西亚国库控股、香港投资公司，还有高盛和贝恩资本，他们手里管理的资金加起来是数万亿美元的恐怖级别。这些钱盯着哪里，未来的产业就会在哪里爆发。最近几年，全球顶尖财富的流向出现了一个极其统一的偏好，那就是放弃追求极度的高收益，转而把安全、中立、法治和资产的长期保护放在了第一位。这刚好撞在了新加坡最擅长的枪口上。过去10年，中国出海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企业家，印度的科技新贵，东南亚盘根错节的传统老钱，中东富得流油的主权资本，甚至欧美的老牌家族办公室，都在源源不断地把钱往新加坡搬。这说明什么？说明新加坡不仅是一个能够创造财富的商业平台，更是一个能在动荡时代保存财富的超级保险箱。当 AI 浪潮创造出全新的产业链，当科技企业催生出新一批年轻的亿万富豪，这些巨额财富最终都需要找一个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来抵御周期。而新加坡凭借其稳定的法律架构和税收优势，已经稳稳接住了这波泼天的富贵。这也是为什么国际顶尖机构敢把亚洲财富管理的未来直接重金压注在新加坡身上。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核心问题，路透社 Next Asia 为什么非要选在新加坡？因为聪明的国际机构永远不会把决定未来的讨论放在一个随机的地点，他们只会选择未来最重要的核心节点。今天的新加坡其实已经同时拥有了4层不可替代的身份，它是亚洲的资本配置中心，是前沿科技的商业化中心，是顶级的财富管理中心，更是亚洲的战略对话中心。这背后是一个不可逆的深层历史变化。未来10年，全球的资本未必都会留在新加坡，顶尖的科技未必都在这里诞生，高端制造也不可能全放在这里，因为它的体量毕竟有限。但是，越来越多关于亚洲未来的重要决定，都会先在新加坡的会议桌上被激烈讨论，先在这里形成跨国共识，然后再去影响整个亚洲甚至全球的走向。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早就不是新加坡到底算不算亚洲第一金融中心了，而是当全球彻底进入 AI 主导时代、供应链大规模重组时代和地缘博弈常态化时代之后，新加坡会不会成为整个亚洲唯一的战略总控制台？对于这个决定未来财富格局的问题，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判断。你觉得未来10年，亚洲最重要的城市会是新加坡、香港、东京、上海，还是异军突起的迪拜？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
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深度拆解全球宏观趋势、资本真实流向和科技变局的内容，记得点赞、转发、收藏，并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